中印对峙局势下，后勤问题成为了外界判断印度最终失败的核心关键。印度孱弱的基建能力、习惯性的拖延症，成为了印度国内普遍诟病的焦点。而最近，印度前线又一次在这上面栽跟头了，再度折损5人。根据《环球时报》在12月22日的消息显示，在21日，一辆印度军车在经过中印边境附近的一处峡谷时发生交通事故，该车辆径直坠落悬崖，车上3名印度军方人员和1名随行的亲属当场死亡，而另外有1名士兵受重伤，目前仍在医治中。从曝光的现场画面看，整辆军车半靠在几块凸起的岩石上，车身看起来已经经过了多次翻滚砸摔，所有的相关部件已经重贴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块铁饼的形状。印度媒体也进行了相对更详细的报道，有一媒指出，事件发生地点在距离乃堆拉山口约27.4公里。经过相关人员调查后发现，当时车辆应该是在转弯过程中刚巧行驶到了被积雪覆盖的路面时，进而失去控制，最终滑入山谷，酿成悲剧。就这件事情来说，这本身是一个悲剧，然而这个悲剧本身却并非是个意外情况。有一说一，今年喜马拉雅山脉迎来的降雪程度是近几年来十分罕见的一次。刚在降雪开始的时候，印度国内就有声音出现，希望新德里和印度军方能够考虑一下缓和局势，并准备撤军。甚至印度前线的第14集团军高官也曾经向国内哭诉前线的惨状，声称每天都有非战斗减员，在前线的数万人里能回去2万都是已经幸运的了。另外，军车坠崖事故可以说从对峙局势诞生伊始就始终伴随着印度军队。从最早6月份因为调运大量军事物资和设施，印度就有超过4辆军车坠崖。然而很遗憾，也许新德里自己心里很清楚前线的状况，但是新德里依旧选择了在民族情绪上做文章，来稳定自己的民众支持率。从某种角度来说，印度军车坠崖的一系列频繁发生的事故本是可以避免的，只是新德里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和欲望，选择无视问题，继续在前线展现力量，用人菜又瘾大来形容，当真不为过。不论如何，从种种迹象来看，印度显然没有吸取足够的教训，依旧选择在边境地区秀肌肉、刷存在感。可以说，印度军车翻车坠崖的事故，这不是第1起，但相信这也不是最后一起。为何印度人突然夸赞苏57的性能优于歼20？事实真的如此吗？这次越南人出面做了评价，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越南网站报道，印度专家夸赞俄罗斯苏57战机，称即使苏57仅安装了第1阶段的发动机，苏57的性能仍然优于歼20，后悔推出该项目。结果这一评价遭到了越南网友毫不留情的吐槽。看不见的歼20，苏57等于印度购买的阵风。据越南网站的报道，印度军事专家一直遗憾无法拥有能与中国作战的第5代隐形战斗机，其中苏57战斗机便是印度的首选。印度此前一直计划采购俄罗斯苏57战机，但是时隔多年，中国歼20都服役大批量生产了，印度心心念念的苏57还是没有等来。据悉，苏57在2010年首飞后，一直因为研发问题迟迟未服役。本来按照俄罗斯计划，2020年苏57便应该服役，但应该是受今年疫情影响的原因。眼看2020年即将过去，苏57还是服役时间未定，大概率是不太可能了。不过这不影响印度对苏57的喜爱与肯定。据越南网站援引印度记者发表一篇文章，称专家经过对比后，认为苏57虽然是隐形战斗机，但是它的性能突出优势在于它令人难以置信的机动性，以及携带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能力。而歼20与苏57相反，歼20的突出优势在于隐形和先进雷达装备的侦察优势。从印度需求角度看，苏57是印军需求的首选，仅为了满足武器挂载能力和机动性要求。但实际上，在第5代战斗机定义上，中国战斗机最主要的问题是受发动机的限制，但苏57战斗机存在的问题却不仅仅是引申性能一个问题这么简单。以苏57的数据和性能，苏57就如同阵风战机一样，它的确是一款优秀的战斗机，能够满足执行多种任务需求。但如果跻身于第5代隐形战斗机的话，它的设计问题还是比较明显。印度一直寻求第5代隐形战斗机，并计划在12年内接收印度国产第5代战斗机对抗中国歼20，但印度专家预测至少得等到2035年才可能接收第1架。印度现在很后悔退出苏57的研发计划，但在2035年前，如果苏57服役，印度可能第一个采购，如果俄罗斯也批准交易，不过这不太可能。军营按理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而在美国却传来了一件件惊人的惨剧。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据环球网称，美国星条旗报报道，近日又一名美军德拉姆堡基地的士兵神秘失踪。根据最新消息，这名失踪的美军士兵名叫海登·哈里斯，目前已经死亡。有消息称，今年美军多个基地传出有士兵失踪和死亡事件，让民众普遍关注。同时也引起了美军高层的重视，这是不是可以判定美军如今的军纪有问题呢？前段时间，一名叫凡妮莎·吉伦的女孩，年仅20岁，在德克萨斯州陆军基地的营房停车场中失踪。后来据 CNN 报道称，吉兰一家的律师周四称，凡妮莎·吉伦在她工作的军械室里被铁锤打死，遗体还被肢解，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该有多大的深仇大恨呢？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军人死在了自己工作的军营内，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律师娜塔莉·卡瓦姆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吉伦的遗体是由他的凶手从军事设施运走的。他援引了家人在周三晚上与陆军调查员会面时的细节。根据家人描述，吉伦在失踪前，据称他正在被胡德堡的一名中士性骚扰，军事身份不明。直到周三的时候，警察在离基地几英里远的城市东北侧的商业和住宅通道附近找到了被怀疑的士兵。据称嫌疑人叫大卫·鲁宾逊，是吉伦的同事，不在一个建筑物中工作。特工达蒙·费尔普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尽管执法机构试图与德克萨斯州基地的嫌疑人保持联系，但罗宾逊畏罪自杀了，而他的妻子因为帮助把尸体转移到基地外后面进行处理，目前也被抓入狱。这件事过去没多久，昨日又传出美军士兵失踪，随后又证实死亡，这不得不叫人恐惧。美国基地还是人待的地方吗？然而作为中国女兵来说，同样花样年华无疑是最幸福的。中国的军营一直很安全，因为中国军队有着铁一样的纪律，还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据环球网称，中国火箭军迎来了100名可爱的小姐姐入列，开始了军旅生涯，更是青春和热血的象征。在一声声庄严的宣誓中，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面对鲜红的军旗，许下铮铮誓言，字字千钧，句句彻骨。这一刻，他们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火箭军战士。由此可见，中国军队的军风的纪律是世界上少见的。美基地遭袭击后，美国载弹的核潜艇出现在波斯湾，五角大楼权力过度遭变，这是特朗普的最后一招吗？敬请关注本期内容。现在已经到了12月底，距离美国总统换届也没多久了。虽然特朗普闹了一段时间后，似乎已经消停了，但是近日却突然传出消息，美国代理防长宣布将全面停止与拜登团队的过渡工作。这一消息让五角大楼全员震惊。其实在特朗普败选之后，大家就一直紧绷着心神，谨防特朗普在其卸任前的最后一招引发某地区的热战。前段时日，伊朗核科学家遭到刺杀身亡的消息引发人们广泛关注，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伊朗的重要人物被刺杀了，这让伊朗领导人非常愤怒，他们怀疑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以色列所为。伊朗驻莫斯科大使卡泽姆·贾拉里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有许多证据表明以色列是暗杀伊朗最高核专家穆罕默德·法赫里扎德的幕后黑手。他说，我们相信有很多证据表明犹太国家是我们伟大科学家去世的幕后黑手，这表明伊朗的敌人已经开始害怕。美国近日的战斗机也往伊朗飞了好几次，而在该声明发布的当天，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就遭到了秘密部队的袭击，这不由得让人联想。但是在该基地遭到袭击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现了载有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核潜艇，这将美国对伊朗的意图展露无遗。美国海军在当地时间12月21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俄亥俄级核动力制导导弹潜艇佐治亚号以及巡洋舰皇家海军号导弹和菲律宾海导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上述事件中，佐治亚号潜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出现是不自然的，因为它具有足够的能力悄悄地进入这海，而伴随着的2艘巡洋舰尽管没有办法将巡洋舰藏在宽度小于34公里的海峡中，但很明显这里的水域足够深，足以让一艘核潜艇悄悄进入。该潜艇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美国海军希望伊朗人看到他们庞大的军舰库的力量。除了上述几艘军舰外，美国海军特别是第5舰队正在部署不少于3艘核航母，包括尼米兹号、罗斯福号和德怀特号。这是多年来美国海军首次聚集如此强大的舰队，这很有可能是特朗普留下的最后一枚炸弹。